但真的一般人的话，我建议啦，不要那么麻烦，去给车行弄。我是好胜，然后想不到遇到这么多的哩哩啦啦问题。因为我避雨伞可能久了，我的锁头坏掉了，然后最后我怎么弄也弄不好，我只好把它全部下了。然后这一些车壳还有零件我都已经拆下来了，对吧？就很尴尬。最后修不好，我直接去订了一组新的锁头，那就是一整组新的锁头，这样，还有一个新的外盖，一组钥匙新的外盖，而且很贴心。他说：“哦，这小螺丝一定要换哦。”我是已经都拆完了，就先这样，因为很麻烦。为了换这个锁，我所有的壳都要全下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一颗下来，那就是靠这2颗主要在锁，这是锁在车台上。然后这一只就是我们要拿来锁龙头的，锁龙头压下去，它这只往前顶，它就把龙头锁住了，就是靠这样，对吧？然后再来我们就先把这个旧的锁拆起来。完了，真假的？它直接滑牙，靠，太难了吧！螺丝完全GG耶，那怎么办？就得搞了。妈呀，真刺激！没切好，整组线都切掉了。好紧张哦。OK， 费了9牛2虎之力，最后是直接拿自攻牙把它旁边打烂，就这样，把它打烂，然后把它推出来。OK， 就是它的这个是我们那个油箱，然后它是靠一条钢丝在拉，所以这个我们要拆掉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下面最好是拿个什么不要的布啊，还是什么雨衣把它挡起来，不然螺丝掉下去，那个底盘是要拆的。另外一边也有，这边最主要就是它这个歪牙压这里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抽出来。好，这个对我们而言就没用了。再来，我们就是要照这个把它锁回去。油箱就把它塞回去，把它套进去，转过来，然后它就会卡进去。也就是把它锁回去，然后这个我就不建议用机器锁，等一下被你锁一个太大力会再见哦，就把它装上去就好。这个就是我们车厢，这个感觉比较不好装。过来，这个锁回去。保险起见呢，我们还是先试一下，看那个钥匙是不是正常的。油箱可以，车厢 OK， 好，都正常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装回去，车子的电源系统就是靠它，然后车子才会电门才会启动，这台电动。
所以刚才去跟我的车行老板要了螺丝，他给我好几根，他是说十字的很容易崩牙，换这2颗啊，这2颗应该比较不容易，算很麻烦，可是以后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拆到它，应该啦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弄它了，会发疯了。终于要穿衣服了。哇！我们要确定它卡榫都卡进去，然后是喇叭，这个，反正它都有防呆装置啊，所以你乱装其实也是装不进去。刚好放在这边啊，对吧？再来就是 H 颗。大灯其实基本上都快靠这2颗它来固定，然后还有这2颗，总共是4颗螺丝，然后2个螺帽。我们应该要把以前汽修工具都留下来。以前读汽修课的时候，想说根本没有用，那些工具都送人家，真烦。想不到我还有会拆车的一天。意思啊，换大灯超麻烦的，小盾下来 H 壳，然后 H 壳下来，然后测试灯座，超烦。先把这个锁回去，这就是那个吊挂。还是这个油环。箭头朝上，这里有一个小箭头。它很贴心，小螺丝一定要更换。然后这个小螺丝，它就是会锁这个外盖，因为你外盖其实只是这样子放下去，然后你螺丝是从后面锁到里面，所以这个很不好用。它是这样，然后它其实就只靠这个螺丝，靠这个锁在里面，所以你一定是最后一步，然后一定要很小心，要不然那个螺丝掉下去会很烤哦，会烤哦，因为你螺丝掉下去，你这一块要整个全部拆起来，拆跟刚才一样，然后下去把螺丝捞出来，会烤哦。别啦。我只是个曾经的汽修科，你看拍这边，这，不知道拍不拍得到？它就在这里，这里对，那个洞，然后它就是要锁进去，所以很鸡歪。你只要螺丝掉在里面，你就真的会烤哦。我先用我的小手。然后这就是靠一个神奇的感觉，就是那个神奇的位置，就在这里，没错。好，再来就可以锁了。还好没有丢下去。别啊，要再拆一次，很讨厌欸。再来我们就知道锁螺丝了，它螺丝有分尖的跟平的，这个是小盾的，小盾它的是防盗螺丝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分辨出来。这2颗是小盾的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装。先装这2颗，它是看起来是这么干净，你看，这是放在外面的风吹雨淋日晒，
然后放在里面的就比较干净一点。它这种螺丝，因为它就是一个金属卡榫啊，所以其实不用锁太紧，有稍微紧就好，不然可能会把这个锁断掉。它那么脆弱。那很脆弱。听到那种咔咔声都很害怕。对，那就是很轻轻的就好了，因为你太多，它可能会那个金属卡片会跑掉。然后再来就是小盾，这台89年的，很够本的啊。要先对下面，它是下面卡进去，对吧？所以第一个下面要先卡进去，然后这边也都是一些塑胶卡榫。那这里有那个神奇卡榫，所以你的小盾是要在这个上面，然后放进去。推上去啊！放回去比较难，还是拆下来的？拆吧，拆真的很崩溃啊，因为真的不知道怎么拆啊。然后你太大力，塑胶卡榫就会断。防盗螺丝是这样，所以一些特殊工具组它都有附，然后通常都是锁在最上面2颗。这是雅马哈的所谓的防盗螺丝，也是稍微有紧就好，因为它都是塑胶卡榫，还是手嘎走的？所以才叫速克达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这种这样的摩托车都叫速克达。根据这个螺丝的那叫氧化程度，这2颗有几率是这里，这2颗是这里，因为它们氧化程度不同，因为雨比较不会碰到这边，太阳比较不会晒到。新的锁头，然后我们先锁车，好，龙头锁 ，OK， 然后车厢 ，OK， 然后另外一边电门有，车厢有，然后发动可以，油箱盖。OK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工具组不能省。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现有的那个十字螺丝起子太小了，然后我硬去攻，硬用，然后就另外一颗幸运起来，就一颗崩掉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给息千万不能省。看一下满地的狼藉，就什么蛙哥什么东西都出来了。一只电动螺丝，不，电动算是那要算起子嘛。然后还有一只弗兰达。对，你假如真的不想要这么麻烦，那拜托工具真的是一定要有。我是还好，家里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给息啊，不然一般人崩牙哇再见，工具不能省。不然你就要看弗兰达切掉，然后自攻牙打出来。还好我有车行的老板是好朋友。他极力赞助了好多只螺丝，不然真是GG 了。对，我们真的这个 DIY 企划，我觉得是纯粹于，因为我以前是汽修科，所以我觉得弄起来，我觉得还可以。但真的一般人的话，我建议啦，不要那么麻烦，去给车行弄。我是好胜。然后想不到遇到这么多的哩哩啦啦问题，然后真的给专业的人去转，我觉得比较省事、认真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样，拜。